手是人类特有的执行端，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手的使用史。手与脑的协作，劳动与思想的结合，使人成为万物之灵。今天，我们让机器长出一双智慧之手，它们穿针引线，它们举重若轻，让人类能够驾驭的空间更远更长，延伸着我们的智慧，延伸着我们的梦想。广东桂山岛上，经过72小时连续注水，完成浇筑的沉管管节没入水中。这个巨无霸即将被浮运到伶仃洋深中通道的建设现场。深中通道双向8车道，沉管直径比港珠澳大桥沉管还要大，每个沉管重达9000吨，相当于一艘中型航母。32个管节沉管铺就一条海底隧道，这又将是一个世界超级工程。而在这个超级工程的背后，是中国制造的智能化跨越。这里就是深中通道沉管钢壳的制造基地。今天，一根新的沉管即将开始建造。工程师龙汉新赶到焊接车间，准备下料。造了20年大船的工程师龙汉新都感叹，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挑战。那么，如果采用传统的这种像港珠大桥这种的钢筋混凝土的结构的话呢，那么它的这个钢筋的密度会要求非常大，对混凝土的浇筑抗裂控制的难度也会增加，最终采用了这种钢壳混凝土，所谓的三明治的结构。顾名思义，三明治结构就是用内外2层钢板造出巨型钢壳，然后在2层钢板的隔舱之间进行混凝土浇筑。然而，巨型钢壳全靠焊接，每个沉管钢壳的焊缝总长度超过300公里。假如用人工焊接，一个沉管钢壳就需要超过1000名焊接工人，工期长达12个月。如果32根管节焊接都靠人工，显然是无法按时完成的任务。这一次，龙汉新决定启用机器人焊接。实验室里，饶义忠开始带徒弟了。他是这家船厂的焊接特级技师。今天他要教的是一台焊接机器人。机器人买回来的话呢，因为相当于这个婴儿，那我们要训练他会学走路啊、跑步啊，那你就需要不停的经过去训练它。我们这设计了280电流，电压26。基本上就能够达到这个。饶师傅和龙汉新一起摸索，把他的焊接经验转化成一行行程序代码，输入到机器人的大脑。400多次反复训练，让机器人熟练掌握焊接工艺的每一个参数。只要你教好它，肯定比人工效率、质量那是几倍增长的。沉管钢壳智能车间里新建起了一条智能焊接生产线。饶师傅的焊接机器人徒弟正式上岗。机器人测量钢板尺寸和位置，大脑根据数据迅速发出指令。焊枪上的激光感应器跟踪识别焊缝，实时纠偏。假如工人来焊接，至少需要焊接6到8道，而饶师傅的机器人徒弟一气呵成，堪比超级焊匠。焊同样的这个工作量的话呢，原来我们刚才讲就要18个焊工我现在可能只要4个焊工，而且我机器焊出来的质量比较稳定。实验室里，一场拉力测试即将进行。未来的海底隧道车流穿梭，
对沉管钢壳的承载能力要求非常高，抗拉强度不能小于520兆帕，拉力逐渐加大。当达到520兆帕时，焊接件依然完好无损；拉力增加到566兆帕，焊接部位断裂。现在这个实验的这个最大拉伸力是566，就超出了我们设计的要求46兆帕，那么是满足了这个要求了。焊接件表面光滑，焊缝完美。这是一双能独立思考的手。不再只按固定程序工作，再复杂的焊接路径，它也能应付自如。在这个巨大的智能制造车间里，每个月就有一根巨型沉管钢壳完成交付。码头上，制造完成的沉管钢壳正在驳运上船。从一块钢板慢慢变成个板单岩，最终形成一个庞然大物，一个管节，那么最终要送出去了，也是像是有那么一种嫁归你的那种感觉。一个管节顶面面积相当于14个标准篮球场大小，巨型断面的平整度达到4毫米之内，如此高的精度，世界罕见。清晨，载有沉管钢壳的半潜船慢慢驶离港口，前往桂山岛进行混凝土浇筑。它将被安放到30米水下进行对接。全球最长最宽的海底隧道正在伸向远方。葛洲坝，万里长江上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2022年迎来它的41岁生日。此时，工程师吴涛来到位于水下26米的水轮机转轮室，给水轮发电机组做体检。这台机怎么样？这台机还是有一些气势，这个是处理过的，然后这个是还没处理。转轮是发电机组的心脏，水流推动转轮旋转，将尽可能多的能量转化为电能。正常运行时，转轮表面平滑如瓷。但汹涌的江水带来能量的同时，也带来泥沙猛烈冲击转轮表面，留下凹凸不平的划痕，严重影响转轮的健康。吴涛他们准备给41岁的葛洲坝做一次脱胎换骨的大手术。靠人工维修一台水轮机组至少要3周，多修1天就要少发360万度电。这一次，吴涛他们打算把大修的任务交给机器人。而此时，在武汉国家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创新中心的实验室里，一座1:1大小的水轮机转轮模型已经建起。彭方瑜正带着学生周林进行大型水轮机维修机器人的模拟试验。我们在现有的工业机器人的架构基础上面，集成相关的一些技术，加很多传感、智能化的一些算法，工人的一些经验呢，都集成在我们的软件里面去，变革性的技术，可以改变了它的现在很多的生产组织模式。最难的就是要把机器人安装在水轮机转轮室的内壁上，让它在复杂的叶轮间沿着曲面一边攀爬一边工作，而且打磨精度要达到微米级，比医生整容还要难。今天，
周林带着机器人来到葛洲坝。机器人原位检修大型水轮机组，全世界都没有先例。感觉还是像一根绳子一样绷着一样，总是觉得这个还是不放心。现场的环境设备能不能用进去加工，能不能完成，这时候心里还是有一点打鼓的。从地面通往水下26米的转轮室，这条路弯曲而狭窄，工程师们把机器人原位加工系统拆分成单个模块，每个模块的重量不超过30公斤。第一代水轮机组维修机器人表现如何？大家拭目以待。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只见机器人沿着精确设计的路线，有条不紊地开始焊接，随后又换上刀头，磨削抛光。该填的填，该剪的剪，真的是一专多能。这个定位就基本上是始终都是变的，不变，就是你跟着玩。但是发现它的增材和减材技术实际上已经全部都实现了，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这个预期。2小时20分钟，机器人将2块近1平方米的内壁修复完毕。核准显示，机器人重复定位精度达到0.06毫米，加工表面粗糙度不到1微米，比要求提高了3倍。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觉得一下子绷着的这根弦就松开了。这个，它这个就可以加工的就可以叫完美了。那就看着就是很漂亮了，那叫漂亮。狭小的空间里，机器人犹如飞檐走壁的蜘蛛侠，轻松完成转轮内壁和顶部叶片的维修。一台机器人24小时就能完成10个人1周的维修工作。24个小时，所以看到这个数据之后，他就觉得很兴奋。我觉得不只是在咱们这个地方可以，实际上在这整个行业来讲，它是有很多应用。2022年5月18日，转轮维修完成，比预计时间提前了30天。全新定制的轴流转桨式水电机组转子开始吊装。700多吨，它直径多大呢？那个直径？这个都是葛洲坝的转子，大概是10。吊装现场，周林和吴涛最关注的是竹竿队。在吊装作业中，转子与发电机定子的间隙只有20毫米。工程师们通过插竹竿来观测间隙大小，及时调整姿态，避免发生碰撞。周林和吴涛相约，接下来要研发水电机组智能安装设备，替代竹竿队。从机器人维修转轮到全息监测的新型水轮机组，智能化解决方案让葛洲坝焕发出了新的活力。这是一个光学模具零件，它的加工面型精度达到微米级，表面粗糙度10纳米以内。如此精密的零部件要实现批量制造，人手无法胜任，需要借助精密的数控机床。接到同事电话，工程师李恩匆匆来到车间。刚刚加工的第一个精密配合测试件失败了。你看这个圆对面这一块，这一次测试件的配合精度要求在5微米以内，凹凸2个零件必须严丝合缝。然而，这个测试件的精度误差超出加工要求3微米。之前我们也没干过这些东西，觉得5缪这个活儿太难了。
要想消除3微米的误差，加工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回溯。它理论上应该是223的尺寸刀。对，这个刀比较。在分析了加工时刀具的磨损数据后，李恩将疑问锁定在了刀具自身尺寸上。制造刀具的过程中，它也是有一个尺寸偏差的。Phi6的球头刀，它实际的直径是Phi5.995，它也是我们有的偏差。加工这个精密件需要用到9把刀，每把刀都存在微米级的偏差，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李恩决定编写一个在机检测程序，破解刀具尺寸误差的难题，不断接近国际精密加工领域的最高标准。今天，李恩要重新加工一个精密配合测试件。激光对刀仪启动，自动测量刀具尺寸。数控系统根据刀具尺寸偏差进行自动补偿，弥补刀具本身带来的误差。9把刀都要参与这样的计算，这个量很大，我们就把这个刀具3D 原料补偿功能给用起来。用起来发现以后，哎呀，这个功能确实很好。10小时的精密加工，刀具磨损被严格控制在2微米以内。这一次，工件加工的凹凸面配合间隙达到了5微米以内，相当于一张 A4 纸厚度的1/20，真正做到了严丝合缝。那我们从中间给它抛开以后呢，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个测试件里面的配合情况。你这个东西做得好，你肯定是特别高兴嘛。后来我们又重新把这个难度再进行升级，一点一点的，最后做成了一个网红测试件。厂房里又一台新机床即将下线，工程师正在调整机床转台 A 轴的精度。检测显示，这台机床5个轴的运动精度达到微米级。调整好的5轴数控机床开始工作了，它就像一双艺术家的手，在面积只有10.35平方毫米的铅笔笔尖上，雕刻出了一把精致的电吉他。只有数控机床的轴运动精度达到微米级，才能做到如此行云流水。当时我们要达到这个3微米呢，其实我们是想都不敢想的。后来我们通过不断的尝试，才能够达到这个稳定的这个3微米的生产。所以呢，只要敢想敢干，就会都能实现的。15年前，自主研发的数控系统在国产机床市场的占有率还不足1%，而现在已经提高到了31.9%。安徽芜湖的汽车厂里，26台国产大负载机器人正在
队装配大负载机器人。这些6轴机器人可以负载210公斤，都是为汽车厂研制的。2008年，还在读博士的尤伟就参与了165公斤大负载机器人的研发。现在，他带领团队向更大负载的机器人发起挑战。但大负载机器人最难攻克的就是精度。200公斤负载段的机器人，它相当举了一个400斤的东西，以很高的速度快速定位到一个点的时候，它每次到这个点，它的之间的误差要达到国际主流的这个水平是要达到0.06到0.08毫米这样的一个范围。这就好比关公挥舞着80多斤的青龙偃月刀，用刀尖去刺绣。2011年，尤伟他们研发出第一台210公斤负载机器人，但最初的重复定位精度只有0.15毫米，远低于国际一流水平。开始标定了啊，对，我们现在。尤伟带着团队拆解了机器人整个传动链里的每一个机械传动环节，对传动误差进行分析，寻找规律，用算法来补偿。举个例子，比如说车每次刹车都往前多开了就半米，那每次都越界了，那我们下次就可以提前刹车，那就正好不过线。这就是所谓的提前补偿和判断和补偿。通过新的补偿算法，今天，这台210公斤大负载机器人的重复定位精度已经达到了0.072毫米，向0.06毫米的国际一流标准又靠近了一步。我们称之为是一个又快、又准、又稳的手，强有力的手。然后这个手呢，还能干细活，它做的精度还要控制到一个头发丝的这个精度范围内，所以它是一个灵巧的手。中国生产工业机器人的企业有数百家，但是能够批量生产100公斤以上大负载多关节机器人的国内公司不超过10家。大负载机器人，这是中国机器人企业亟待翻越的一座高山。汽车厂每几分钟下线一辆整车，这意味着机器人不仅要灵巧，动作还要快。因此，又对大负载机器人的运动节拍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1年前，这台大负载机器人的运动节拍只有每小时1100次，研发团队不断优化算法。门一关开始，一条条看代码，一张张图纸来过，然后这个去死磕、仿真。验证之后，我们会直接导入到我们自己的控制器里面。控制器一定要自己的，如果不是自己的，我们这些核心的算法我就没法导入进去。刚刚测试结果出来了，这台大负载机器人运动节拍已经提升到每小时1700次，提升幅度高达59%，这又是一次巨大的飞跃。这10多年其实是个产业链延展、协同攻关的过程。那现在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就是下游这个汽车厂开始也愿意用国产机器人，所以会拉动整个产业链往高端去发展。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后发起步，却一路奋起直追。这是一场与中国智能制造共同奋进的追梦之旅。在工业生产中，能挑大梁的机器人往往需要负重50公斤以上。这些顶梁柱的肘关节必须要用载荷更大的 RV 减速机。中国工业机器人1年的产量已经达到44万台，但是长久以来，
70%的 RV 减速机都是外资品牌。2015年，北京工业大学的一位教授决定向这一国内空白技术发起挑战。因为 RV 减速机呢，最核心的部分呢，也是我们所研究的知识范畴，所以呢，我就对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什么它做不好？困难在哪里？但把理论变成产品，谈何容易？打开 RV 减速机，里面就像一个太阳系，既有太阳轮，也有行星轮。这就是 RV 减速机的摆线行星轮，它们就像围绕太阳的行星，既有自转，也有公转。自转1圈的同时，公转40圈。通过多组行星运动实现精密传动，把电机的高速转动降下来，同时增大转矩，驱动机器人手臂旋转。设计生产出如此复杂的太阳系，难度可想而知。1000多个昼夜的理论研究及计算，张月明终于在2018年通过正向设计制造出了 RV 减速机的第一批原型样机。然而，当他们给原型样机做测试的时候，却发现负载80公斤重量不停歇运行1周后 ，RV 减速机严重磨损，根本无法长期保持精度。而此时，石家庄的工厂已经建好，就等投产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制造出的产品它都是废品，上亿的设备没有产品出来，所以这个心理的压力是非常的大的。磨损严重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最终，他将目光锁定在摆线行星轮上，这是 RV 减速机里的核心部件。摆线行星轮一般有39个齿，每个齿的扩线形状必须保持一致，稍有误差就会影响整个 RV 减速机的传动精度。张月明决定重新求解，设计出摆线行星轮最佳的齿轮扩线。只要一醒来，可能就想这件事儿，想到一个点子或者一个方法，无论多早，你可能都要爬起来，重新的梳理你的这个数学公式、数学方程，然后呢，把它进行修改，修改完了就迫不及待的想把它加工出来，要进行验证。车间里，他们将刚刚加工好的减速机安装在测试机械臂上。经过10万次的测试 ，RV 减速机的精度保持性达到了0.3虎分，彻底解决了磨损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好于国外的产品，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认定我们这一次的改进是成功的，所以那个感觉应该说叫用欣喜若狂来表达。跨过严苛的微米制造，中国人终于可以生产出高精度的 RV 减速机。
我赶上了这个好的时代，能够为国家做贡献，这是我人生的最大的快乐。我们弹琴是享受音乐带来的快感，而他却在思考力控和力感知。他叫王世全，典型的理工男。他发现，根据大脑对乐曲的理解，手指拨动琴弦，实际是在输出大小不同的力，表达不同的音量和音色，节奏起伏才形成美妙的旋律。这正是王世全一直在追寻的。他要研发一套类似于人类小脑的算法，让机器人有肢体的力觉感知，然后快速做出响应，突破以往工业机器人的局限。是让机器人的每个关节是控制的是输出的扭矩，或者通俗来讲就是输出的这个力。芭蕾舞演员表演时靠手和姿态去保持平衡，完成动作，实现整体动作过程中的力控制，并形成肌肉记忆，从而让每一个动作都流畅精确。这就是王世全要突破的机器人关键技术——力感知和力控。这颗螺钉的重量只有3克，把它放在机械臂的末端，通过遍布手臂全身的传感器信息以及机器人的物理模型进行换算，将重量表达为0.03牛。感知到重量，机器人自动开启程序运动，这个过程就实现了灵敏的机器人末端力感知。将小球放到机器人的托盘里，依靠类似于小脑的算法，机器人一边控制小球的动态平衡，同时去抵消小球运动以及其他外界因素带来的干扰，再加上人为推搡，它也能始终保持平衡。今天，这个机器人来到园区的广场，接受大家的考验。给他的考题是任意物的抓取。形状各异，大小不一，都难不倒他。他总是略加思索后选择能夹取的最佳位置。跟传统机器人不同，这台机器人能自己思考、自己决策，具备了超强的自适应能力。无锡刚刚建成一条汽车域控制器智能化产线，自适应机器人加入其中。线束插拔和橡胶风扇的安装非常精细，之前机器人无法控制这种软性材料的插拔力度，但这一次机器人实现了智能力控、精准插拔安装，效率提升了20%以上。不只是比肩人手，现在工程师们又在尝试着让自适应机器人超越人手。工程师朱培章正在操控一个机械臂，而实际他是在遥控200米之外的另外2个机器人。一个从篮子里拿出黄瓜放到砧板上，另外一个马上开始切。而机器人抓取和切菜的力在同步传导回来，朱培章的手能实时感知到2个机器人力的变化，他能精准控制。隔山打牛、悬丝诊脉、摇操作，让我们实现了分身。
大机械臂名叫天河机械臂，承载力可达25吨，堪称中国空间站的大力士。小机械臂名叫问天机械臂，虽然承载力只有3吨，但十分灵活。中国机械臂惊艳太空，而研发它的幕后英雄是一支年轻的航天战队。梁长春35岁，他从嫦娥5号采样机械臂研发开始，一路攻坚克难。如何让天河机械臂这个大家伙能在太空舱上自由移动？这个难题困扰了研发团队很久。所以要在一个浮动的这个基座上，让这个机械臂去做各种动作、各种操作，然后还要精度特别高，所以这个要求特别难。天河机械臂有2根臂杆、7个活动关节，展开长度10.2米。这么长的一个机械臂，要在零重力环境下移动范围覆盖所有作业区域，精度还必须达到5厘米以内。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工程师用圆规画图，猛然受到启发。就像圆规一样，他们也让大型机械臂的2只手当脚，互为支点，交替切换向前移动，实现爬行转移。通过在舱段上设置不同的目标识别器，就是俗称叫脚印吧。机械臂通过这个爬行来覆盖整个舱段的这个不同位置。年轻的中国工程师们打破常规，独具创新，让天河机械臂执行任务的精度达到毫米级，出色完成天舟货运舱抓取和舱段在轨转位，被网友们称作百变金刚。中国开展太空机械臂的研发比国际上晚了40年，但是我们的进步速度却让世界为之惊叹。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当我们用智慧创造出更多奇妙之手，真正实现唾手可得、手到擒来，我们就可以从容自信地将未来握在手中。